好了，我的大脑现在正要拆掉旧的线路。你自己定义了你自己什么样子，有时候你人生好像就被它框架住。那我们即将踏入第二人生，应该是要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喜乐嘛，像10岁的自己那样生活吧。Hello， 我是小恒，今天影片又来公司录了。我发现在我们公司录其实不错，因为我们公司办公室上面有这个光，它可以打亮我的脸。我在家拍的话，我就是还要架灯架脚架，比较费力，比较费时，也比较搞纲。在公司就是摄影机打开，然后麦克风拿起来，我就可以直接对着镜头录。所以我考虑之后可能多几次来公司录吧。OK， 好，那今天这一集又到了我们的回答观众 Q&A 的环节啊。今天是要回答三亚他 CCC 吗？我不晓得怎么念，因为 YouTube 它现在就是都会直接把这个账号列出来，有时候就很难念。那我会把它打在荧幕上面。这位观众朋友问到，就是最近有没有推荐的书籍，或是有什么人生观可以分享的？我其实没有给自己定义什么样的人生观，我觉得我算是活得还蛮随心所欲，蛮随性，蛮自在的。那我最近在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的书《50岁后我想这样过》中，有看到一段这样话：假如人生可以活到80岁，那么我还有30年；如果能活到100岁，那么还有50年。如果只是漫无目的的过这些时间，或许只是静静的老去而已。但是如果由自己来决定接下来的人生理念，将自己视为主角，为人生的剧本描绘蓝图，那么接下来的人生就像完全崭新的一段旅程，充满了令人期待的乐趣。我觉得他上面这段话刚好跟我前几支影片谈45岁的中年焦虑、中年转职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概念。那松浦弥太郎是谁？他是被誉为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他在49岁的时候转职，进入了新创网络公司任职，把50岁视为人生的第2次诞生。然后他建议大家重新找回10岁少年般的好奇心，尝试各种新事物，把人生过得有趣、开心、随心所欲。这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概念是一样啊。因为我常常觉得我现在47岁嘛，也不过才过完上半场人生，我还有下半场人生。我不想要觉得我自己到了这个好像40-50岁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过一大半，我好像应该要走下坡。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期待。在松浦弥太郎他的书当中，他也是这么说的啊。五月天有一首歌也叫做《第二人生》嘛，我觉得我们即将踏入第二人生，应该是要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喜乐嘛。所以松浦弥太郎他就说，他的人生理念就是有趣、开心、随心所欲，理想是像10岁自己那样生活，每天过着没有计划也没有算计的生活，只是专注于眼前有趣的事物，全然投入，直到日落啊！那种什么都能做的自信满满心态，然后会让每天都充满乐趣。即便今天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到了明天就忘记啦。对啊，10岁的孩子就是这样嘛，每天就是充满活力，无忧无虑，热爱生活。如果你问我的人生观，我觉得大概就是像松浦弥太郎说的吧，像10岁的自己那样生活吧，对世界保有好奇心。那刚好最近啊，我们家就是在开启一个全新的领域，也算是一个对这个世界保有一个好奇心。最近我先生就是一直在研究熟读这个 RAS 网状活化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脑科学，然后去想办法重塑我们的大脑。因为过往我们的人生很常被过去给框架住儿时的时候父母这样说你，或是学校老师，或是甚至你自己定义了你自己什么样子，有时候你人生好像就被它框架住。那可不可以重塑我们的大脑，改掉我们的一些习惯，或重新建构我们的一些信念？我不知不觉就被它潜移默化。所以那天我去成品，我就看到了这本书。今天这一集观众朋友问我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籍，就是我最近正在阅读的这一本书，叫做《神经可塑性》。也先跟大家说，我是被这本书的外貌给吸引。这本书真的很漂亮，它是一个粉红色的大脑，超美耶。其实这个书在过去不是我会特别拿来看，但是就是因为我先生他一直在看这个，然后一直跟我分享这个，我就不自觉的也被影响了，然后我的大脑好像就是也被他植入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买回家了。题外话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之前在那个见证影片有分享到我的圣经。我那本圣经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封面，它是有一个花，然后粉蓝色、粉灰色。因为我今天在公司，我手边没有圣经，我会把它披在这个荧幕上。那支影片就有不少人留言跟我问那本圣经，因为就很美嘛。但我们虽然常常讲说不要以貌取人，但是说真的，连
书它都有因为外观比较美，然后被大家有多注意到一点点的机会。我就体悟到说，我出门仪容还是要整理的端端正正。各位，我刚刚去剪了头发，然后200块剪的，这样子应该有在夏日比较清爽，仪容比较端正吧。好，回来 OK。虽然这本神经可塑性一开始是靠颜值吸引了我，但就是因为我们家最近在进行的这个大脑重塑的运动有关，所以我就买回家。但我现在还没有把它看完，但刚好因为有观众朋友询问我嘛，那里面的观念就是太震撼了，然后对我生活跟心态也有一些影响，我就迫不及待想要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好，那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专业领域的东西，我需要写一些我的 memo 一些逐字稿，所以请大家见谅，我会看着荧幕 OK。好，那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想要改掉一些坏习惯，特别像是现在我们就会极力想要改掉这种一直滑手机或是起床就先看手机这个习惯，或是有一些人就是他脾气比较急，个性比较急，然后想要改，但是好像多年来都改不掉，最后可能就只能自我就是解释说，算了啦，反正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或是说算了啦，年纪大改不掉。如果你有这种沮丧的感觉，那我觉得今天这集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这本神经可塑性的作者尼可诺维拉，他是一个神经学家哦，他用严谨的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我们过去以为的性格定型啊，或是改不掉啊，其实它不正确哦。书里面说，大脑不是硬碟，它是粘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啊，其实好像都给我们这种错觉，就觉得大脑就好像一个电脑硬碟，过了青春期之后，你的规格就会固定了，然后你接下来人生就是一路慢慢衰退，就好像说你现在已经47岁快50岁了，我的人生应该就是长那个模样，它应该就是被定型了。中年人嘛，你就是应该长中年人的样子，你不会是儿时的模样嘛。但我就想要像松浦弥太郎一样嘛，像10岁的自己那样生活嘛。那所以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可以的哦。作者在书里面提到说，神经可塑性这个科学直接打破了我们过去这个迷思，大脑其实更像一块粘土。无论你现在是20岁、40岁，还是你是70、80岁，只要你给你大脑新的刺激、新的练习，大脑内部的神经连结都会真实的发生物理性改变。科学家甚至发现，即使到了老年，我们大脑掌管记忆的海马回还是会持续长出新的神经细胞。所以性格定型，年纪大改不掉，老狗玩不出新把戏，这些在科学上是不成立的。大脑其实它非常有弹性，它一辈子都在等着我们重新去雕塑它。那既然大脑可以改变，为什么习惯这么难改变？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大脑其实非常单纯，它无法区分什么是真实发生的事实，什么是你自己内心创造的叙事。你可以想象我们大脑内部是一片宽广的草原，你每次有一个新想法，或是你做出一个新的行为，比方说你遇到压力，你就要吃甜食，或者是你陷入焦虑，那你的那个神经元就会传递一次讯号，就好像你在草地上走过一次，如果你天天重复走这一条路，那个草地就会渐渐被你踩出一条超平顺的高速公路。这就是我们的自动化习惯。那因为路太顺了嘛，那大脑为了省力，所以当你每次有同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又把你开上那条路哦。那如果你想要养出一个新习惯，比如说像我现在很努力想要培养运动，或是有的人他想要练习一个正向思考，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开始你就要去走旁边杂草丛生的新路嘛，那条路就草长得比人高，走起来就是卡卡的，然后又被草割，又累得要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开始改习惯或是要建构一个新习惯的时候觉得很难，很容易就想要放弃。只要你坚持多走几次那条杂草丛生的新路，走着走着，那条路就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平顺，越来越被你走出一条高速公路。那旧的那条路呢，就因为你长期不去走它，杂草又开始长起来了，那最后那条路就会被封掉啦，对不对？那你的旧习惯就改掉了。好，所以大脑它没有对错概念，就是你重复给它什么，它就巩固什么。所以想改掉坏习惯，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刻意对抗这个旧习惯，而是我们只要去开辟一条新的路，透过新的行为跟思维去建立新的神经放电模式，让旧的神经回路就自然萎缩。好，那旧的路自然就会荒废，这样就可以了。OK， 结论就是改不掉习惯或是无法建立新的好习惯，其实不是意志力不够，只是那条新路还没被开辟出来而已。好，既然大脑无法区分这是事实还是想象的话，如果你每天都在你的脑海里重复演练焦虑或是自卑或是失败，你其实就是在帮大脑训练你焦虑的神经回路。相反的，
如果你开始在内心给自己新的对话，然后具体练习一些正向的应对方式，大脑也会真的一点一滴长出新的突触哦，就重塑你大脑的软体。所以你不是你过去思想的受害者，你是你大脑的程式设计师哦。以往我在学习一些新技能的时候，或是尝试建立一个新习惯的时候，也会觉得卡卡的，然后不顺，也有感到挫折、感到沮丧的时候。以前呢，就那个机制就会觉得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或是我是不是太笨了，或是像我们中年很常会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跟不上这个时代，我是不是输了年轻人。作者在书里用神经科学解释说，当我们在学习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我们感到头脑胀，然后觉得做得不顺，很挫折，那个瞬间其实是大脑正在化学物质的作用下强行拆掉旧连结，重组新突触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那种痛苦卡卡不顺的感觉根本不是失败，而是你的大脑正在升级，就是那个下载进度条正在跑。所以以后啊，当你有感到挫折的时候，其实可以试试看在心里面大喊，太好了，我的大脑现在正要拆掉旧的线路，正在重新安装新的软体呢。那这本书翻到现在，我觉得它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你过去的习惯只是代表你过去走过的路，不代表你未来的模样哦。我们的大脑永远都在等着给我们重新开始、重新连线的机会。我这本书我现在还在阅读，也还在实践中，等我全部看完，然后实践完有一些心得分享的时候，或许可以再来录一集影片跟大家分享。好，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也想改变的微小习惯，或是你想建立什么新的好习惯呢？欢迎在底下留言与我分享。如果你喜欢我这集影片，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